從郵輪碼頭回到羅馬中央火車站，離我們晚上的飛機還有差不多1天的時間，所以我們決定在羅馬做一個1天遊。前幾年我們有來羅馬玩過幾天，所以我們這次準備找一些上次沒有去过的地方。聖母大教堂離羅馬中央火車站不遠，而上次我們剛好也沒有去過，所以這次就成了我們這次游玩的第一個地點。和羅馬其他的教堂一樣，聖母大殿也是不收门票的，但是需要有安檢。這個聖母大殿又稱聖母雪地殿，是天主教會羅馬4座特級宗座聖殿之一，也是世界上第1座以聖母命名的教堂。始建於公元4世紀，內部融合了古羅馬、文藝復興及巴洛克時期的藝術傑作，珍藏大量的古老馬賽克鑲嵌畫與金碧輝煌的天花板，而這裡也是上一任教皇方濟各的墓地所在。大部分的教皇都選擇在梵蒂岡的聖彼得大教堂作為他們的埋葬之地，而方濟各對這裡情有獨鍾，所以他把這裡選為他的安息之地。據說教皇方濟各每次從國外回到羅馬，他都會去聖母大殿做禱告。大殿的主祭台下面有一個地下室，存放着一件非常重要的聖物，而這個聖物有一位虔誠的守護者日夜在這裡守護。這位守護者便是羅馬教皇庇護9世，他也是在位時期最長的一位教皇，在位31年。這件聖物就是聖嬰搖籃，據說搖籃中存放了5塊當時耶穌出生時馬槽的碎片。教堂宏偉的木質格子天花板，據傳說是用美洲運回的第1批黃金鍍金，是由西班牙王室捐贈。其實這個教堂的精美程度一點都不亞於梵蒂岡的聖彼得大教堂，只是規模略小。意大利的教堂是全世界教堂的天花板，它的宏偉精美程度是无以伦比的，而且全部都是免費的。所以在其他地方如果遇到教堂是收门票的话，我一般都是不會進去的。當然也有一個例外，那就是西班牙巴塞羅那的聖家堂，這張門票我覺得花的是非常值得。它是融合了加泰羅尼亞現代主義、新藝術運動和哥特式的風格，和我們看到的意大利式的教堂這種風格是完全不一樣的，但都是一樣的宏偉，充滿了震撼力。離開聖母大殿，我們穿過圖拉真浴場的遺址，來到下一個地點——羅馬鬥獸場。一路上我們看見很多的飛機從天上飛過，而且飛得非常的低。我們不知道是什麼原因，感覺今天有一個盛大的活動在進行當中，但是我們不知道是什麼。後來我查了一下手機，才知道當天6月2日是意大利的80周年國慶日，是2戰以後意大利建立共和國的80周年。當天有閱兵和遊行活動，在古羅馬鬥獸場門前都已經有交通管制，簡直是人山人海。看來我们是錯過了地面的閱兵式，不過我們看到了飛機表演。我個人覺得古羅馬鬥獸場是整個羅馬最具震撼力的建築。懸掛在鬥獸場上的這面國旗超級巨大，上面有一排消防員壓着，下面也有一排消防員壓着。
不然的話，我懷疑這個國旗要被風吹掉。君士坦丁凱旋門，現在已經是中午的時候，天氣也是比較炎熱，有30度。我們現在是沿着古羅馬廢墟的外圍去下一個景點真理之口。沒想到這裡的人那麼多，排隊拍照，我估計沒有半個小時是排不到的。這個景點也是因為那部電影《羅馬假日》而一炮走紅。好吧，我們就隔着鐵柵欄看一眼，不排隊了。現在朝返回火車站的方向走，前面看到的應該是威尼斯廣場，上面這個叫天壇聖母堂，緊挨着威尼斯廣場。原本想上去看一下，不過天氣太熱了，走了一半，決定下來。沿着威尼斯廣場繞了半圈，決定去吃午飯，找了一家中餐館。羅馬的物價我覺得還是可以的，要比瑞士便宜不少。吃完午餐，不經意居然來到了許願池。許願池應該是羅馬聚集遊客最多的地方吧。現在許願池為了控制人數，在靠近池的邊上收門票。不過這樣也好，花了錢至少可以在許愿池拍一張正常的照片，不然的話永遠都是只見人頭不見水。從旅遊的角度看，我感覺羅馬應該是歐洲最具遊玩性的一個城市，它真的到處都是風景，到處都是古蹟，非常適合那些有做攻略和沒做攻略的旅游。傍晚时分，我们坐火车從中央火车站來到了羅馬機場。歐洲現在坐飛機有一點我非常不喜歡，登機口的信息差不多在起飛前1小時才會在電視屏幕上顯示給你，所以進了安檢之後，很長一段時間你就不知道往哪裡走，只能待在免稅店附近，人多得不得了。我們搭乘的是挪威航空的班機，從羅馬飛抵挪威首都奧斯陸。抵達挪威的時候已經差不多是晚上12點了，機場看上去非常的安靜，因為我們第二天一早就要搭飛機從奧斯陸去羅弗敦群島，所以我們就決定在奧斯陸機場待一個晚上。主要是奧斯陸機場附近的酒店離得都還不近，即使晚上住酒店可能也睡不了3-4個小時，所以乾脆睡機场還是來得更容易一些。在奧斯陸機场還真的可以找到不錯的休息地點。我們將從奧斯陸飛往位於羅弗敦群島的哈爾斯塔納爾維克機場，機場代碼簡稱 EVE。我們搭乘 SAS 北歐航空從奧斯陸飛抵 EVE， 1個小時40分鐘的航程。在羅弗敦群島其實還有另外幾個機場，而 EVE 機場是相對比較偏北的。不過從奧斯陸起飛的話，航班最多的還是到 EVE 機場，到其他2個機場都必須要轉機。而 EVE 機場的租車選擇也是比較多，所以雖然要在島上開比較長的距離，但是綜合考慮，我們還是覺得飛到 EVE 是最方便的選擇。租車公司赫茲的櫃檯就在機場內，我們很快就辦好了手續，來到停車場。這是一輛沃爾沃 EX30 純電車，按習慣我們還是對整個車身要進行一個檢查。以前的租車公司都會有人在現場跟你講車身上有哪些損壞的地方，然而現在根本就沒有人來管你，所以我還是在現場把車子全身錄了個像和拍了照片，到時候有壞的地方就可以有證據。我們計劃在羅弗敦玩3天，住宿2個晚上。今天的行程就是從機場到我們的住宿點，整個路程約3個半小時。我們先聊一下租車。羅弗敦島的租車是相對比較貴的，
我這次租3天的車，價格是2200挪威克朗，約合220歐元。這個價格其實跟我後來在奧斯陸租1個禮拜的車價是差不多的，但這個價格是不包含額外的車損險。不過我是從來不買這個額外的車損險的，原因之一就是這個車損險本身不便宜，而且我自己有好幾張信用卡，這個信用卡本身就含有租車損保險這個福利。如果一旦在租車的過程當中，因為自己的錯誤而車子受到了損壞，你可以聯繫你自己的信用卡公司，由信用卡公司來支付賠償。當然，前提是你必須用這張信用卡來支付你整個租車的費用。其實這些租車公司的車本身都是從車行租赁而，一旦租赁期到了，把車歸還車行的時候，他們都会把車整個修理一下，再還給車行。所以一般的小破損，這些租車公司平时都根本不会去修理。信用卡公司也正是利用这个特点，所以才会给信用卡的持卡人这样的福利。如果真的有一些小的损坏，可能信用卡公司根本就不需要支付这笔钱，因为租车公司根本就不会去修。我自己很久以前曾经有碰到过这样的事情，在美国租车，在高速公路上撞了一只塑料箱，结果把前面的保险杠全部都撞烂了。结果在还车的时候，我把情况报告给租车公司，结果租车公司说他们会去建立一个档案，让我回家慢慢去等。等了很久都没有消息，后来我问他们，他们说这个 case 已经关掉了，不需要我任何的賠償。由此可见，信用卡的这個福利還是應該好好的利用起來。不過信用卡的這個保險條款還是有一些限制和定義，還是要自己去仔細閱讀一下他們的條款，確保你是符合它的這個保險範圍的。這次我們在挪威租的車都是全電動車。為什麼在挪威租電車而不租油車？首先，租車的價格電車比油車便宜，另外充電的費用要比加油的費用便宜至少一半。挪威是個很奇怪的國家，它本身是個產油國，但是它的汽油價格非常貴，一般加油的話每升大概是在2歐元左右。充電的價格，一般的充電樁大概是在 0.7 歐元一度電，特斯拉充電站的價格大概是在 0.5 歐元一度電。雖然它的充電價格大概是我們加拿大價格的2倍到3倍，但是和油價比它還是便宜很多。還有一點，挪威的充電樁是非常的多的，在我們的行程中幾乎沒有充電憂慮這個感覺。而我這次租用的電車並不是特斯拉的電車，但我全程都選用特斯拉的充電站來充電，原因是特斯拉的充電站充電樁數目多，速度快，而且價格比一般的充電站要便宜。如果你付1個月租費參加它的會員，而且支付非常方便，不像你用其他的充電樁需要下載一大堆不同的 app， 非常麻煩。整個羅弗敦群島共有3個特斯拉的充電站，其中1個就在 EVE 機場的邊上，另外2個在南邊，所以剛好符合我們這次的整個行程。我們現在簡單來聊一下羅弗敦群島。羅弗敦群島位於挪威北部的北極圈內，總面積1227平方公里，人口約2.45萬。這裡因陡峭的山峰、深邃的峽灣、紅色的傳統漁屋和美麗的沙灘而聞名。受北大西洋暖流影響，氣候比同緯度的地區要溫和。而羅弗敦島的自駕行基本上就是沿着E10這條公路，經過許多個橋梁、隧道，而到達每一個島嶼，參觀不同的漁村、海灣和山脈。順帶說一下，在這條路上開是沒有其他的過路費的，所有的橋梁和隧道都是免費的，除了充電你就沒有其他的費用了。這點和在挪威的本土是有很大的區別。這個群島曾被《孤獨星球》雜誌評為美得讓人窒息的一個地方。無論是冬天還是夏天，這裡都是適合旅遊的。冬天來的時候，你可能碰到的是極夜，但是在這裡卻是有極大的機會可以看到極光。我們現在是在羅弗敦群島的北部駕駛，在北部基本上沒有太多的著名的景點，
我們基本上就是看到路邊如果有景色美麗的地方，就把車停下來，然後拍個照。北部也没有很多的城鎮，人烟比較稀少。如果要解決吃午飯的問題，最好在機場出來的時候買一些帶在路上，或者路邊也有一些小的雜貨店可以解決這個問題。現在我們到達的這個城鎮叫斯沃爾維爾，位於羅弗敦群島的中部，在這裡有一個特斯拉充電站，我們需要在這裡充一下電。另外，我們的車顯示有一個輪胎的氣壓偏低，所以我們剛好到這裡把那個輪胎的气充一下，看看是不是輪胎有問題。這個城市另外還有加油站和幾個比較大的超市，如果需要買一些補給品，可以在這個鎮上完成。斯沃尔维爾以南就是所謂的罗弗敦群島的南部，也就是聚集了最多景點的地方，是整個罗弗敦群島旅游的精华所在。我們在羅弗敦群島的旅游，明天就是重頭戲。這裡離我們今天晚上的住宿地已經很近了，但是我們先要去我們今天設定的第一個目的地亨林斯維爾。亨林斯維爾位於斯沃尔维爾西南部25公里處，由幾座小島組成。這些小島通過橋梁連接起來，猶如串珠一般。這裡是一個漁村，它最出名的是在這個漁村上有一個建於海島之上的足球場。進入漁村，這個路就開始變得非常的窄，有些橋梁甚至只能容納一部車通過。沿着路開到盡頭，我們就到達了這個網紅的足球場。這裡足球場邊上有免費的停車場。我們現在看到的是曬魚的魚架，通過這些魚架，我們就來到了離足球場不遠的一片坡地上。這個足球場在網上被譽為世界上最美的足球場。也難怪挪威的足球水平那麼高，在如此一個人烟稀少、平地缺乏的島嶼上，還建有這麼一個平整的足球場。我查了一下，這個漁村的人口大概是507個人，而亨林斯維爾也被譽為羅弗敦的威尼斯，因為它的建築風格和水邊風情與意大利的威尼斯有些相似。小鎮的港口周圍有色彩繽紛的木屋，背後是陡峭的山脈，所以形成了迷人的景色。很快我们就結束了亨林斯維爾的參觀，然後我們駕車前往我們今晚的住宿地點。羅弗敦島上的住宿其實還是很貴的，有一些風景好的在海邊的住宿可能會達到500歐元以上一個晚上。雖然這個是一個網紅的小鎮，但是島上卻完全沒有商業化，基本上沒有什麼商業設施，所以晚上在這裡住宿基本是不太可能。通常我們到這裡就是匆匆的打卡一下，拍一些照片，隨便走一走，然後我們短暫的停留之後就會離開這個小漁村。我們今天晚上的住宿地大概是距離這個地方10公里之外的一個露營地。雖然是在露營地裡，但卻是一個麻雀雖小五臟俱全的帶有海景的一個小屋子。現在已經是大約晚上的7點多鐘。如果不是因為肚子感覺餓了，一點都感覺不到現在已經到了吃晚飯的時間。這個露營地位於10公路北邊不遠處的一個小岔路上，在一個海灣的邊上。現在我們已經來到了這個露營地。Your destination is on the right. 看着遠處海邊
停着不少的房車。我們在這裡住宿2個晚上，價格大概是280歐元，感覺性價比還是不錯的。現在我們來看一下房間。首先，它坐落在這個海灣的邊上，從窗戶裡面看得到外面的風景。剛才說了，麻雀雖小，五臟俱全。這個小小的集裝箱式的房子裡面有衛浴設備、廚房設施和我們睡覺的床。另外還有一面巨大的玻璃牆，可以看到外面的風景。好了，今天就暫時拍到這裡，明天再見吧。